欢迎大家来到不听不可，我是不可。日月潭风光明媚，是国内外游客观光热门的景点，更为台湾第一大湖泊，以不规则菱形的日潭与细长弧形之月潭构成，因此取名为日月潭。此地更是台湾原住民之一的少族所生活主要地区之一，属于少族的传统领域。但就在美丽的风景背后，曾经因为人祸的因素，于1990年时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船难，让57名乘客葬身于黑暗的潭水深渊中。当时酿载的游艇为兴业号，搭乘台湾壳牌公司的员工眷属等92人，进行夜间游湖的行程。但是该游艇设计最多负载只能搭乘42人，整整超载了50人，结果遇到大风翻覆了。据报道说，当时由于船只翻覆的太突然，许多乘客根本来不及逃生，就直接被困在船舱，并随着兴业号慢慢沉入了冰冷的湖底。就让人员回忆到，不少罹难者被寻获时都是2到3人抱在一起，甚至是全家人紧紧相拥，画面令人鼻酸。令人心生恐惧的是，发生船难的时间为农历的7月6日，刚好正逢农历鬼月刚开没多久，也增添了许多诡异的元素。此事件后来也成为人们口中的幽灵船，后续更是灵异事件频传。今天不可带来3则网络上流传的日月潭灵异故事，那么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咯。这个故事发生在1991年的12月，正是日月潭翻船事件刚发生后没多久。那时我还就读国3，参加学校举办的毕业旅行，前往南投县旅行3天2夜，就在快乐的气氛中度过了第一天。当天晚上，我们居住在日月潭某会馆中，我和4个好朋友住在一间套房内。这套房看起来相当不错，套房位于3楼，视野很广，而且打开窗户，脚底下就是日月潭悠悠的潭水。这房间可说是把日月潭的风景尽收眼底。就在吃完晚饭后，和我同间的其他同学要去逛街，我因为白天已经玩得很累了，所以没有和他们一起去，我就一个人在房间内看电视。就在我洗完澡后，大概是晚上9点半，其他人还没回来，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电视。因为当时是12月份了，天气还蛮冷的，我就顺手把窗户关了起来。突然间，面向日月潭的那扇窗户发出了猛力拍打的声音，我以为是隔壁同学的恶作剧，所以问了几句说是谁啊，但是却没人回答我。我也就不在意的继续做我的事。过了约10分钟，窗户又发出猛烈的拍打声。我心里想说，刚刚拍我窗户，我问是谁又不回答我，心里已经很不是滋味了，现在又给我来这套，心中不由自主的燃起怒火，便向窗户大骂了几句难听的3字经后，拍打声就停止了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我2旁的房间因为整修根本没有人住啊，而且窗外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，怎么会有人来拍我窗户呢？就算有办法，也不会这么无聊吧。想到这边，我头皮瞬间发麻，心里想说应该不会那么倒霉吧，碰上那个东西了。这时候窗户又开始猛烈地拍打了起来，而且拍得比前2次更大声更急，好像垂死的挣扎一样。我心里当下非常的毛，但我冲着我的8字有5两2，所以我也非常铁齿，同时也拼命安慰自己说不是那回事。窗户在此时又敲得更大声也更急了，好像是有人在求救一般。我也越来越害怕了，但此时心里有种不服输的想法，要么吓我的是鬼，如果你是人的话，我绝对把你大卸8块。冲着这一点，我偷偷躲到窗下。但是此时窗户还在拼命的敲，我趁着敲到最大力的时候，突然站起来把窗户一开。打开窗户的那一瞬间，我整个人呆站在原地。窗户外面根本就没有人啊，只有一片阴森森的湖水。接着我心里只想到一件事，我撞鬼了。然后我就眼前一黑，什么就不知道了。等到第2天醒来时，我发现我躺在床上，同学告诉我是惊吓过度晕了过去的。同时我把昨晚的详细经过告诉大家后，旅馆的管理员告诉我说，我是真的碰到鬼了。自从日月潭翻船惨案发生后，住在靠湖这一排的房间都经常发生这种事情。会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死者冤魂未散，临死之前还拼命的拍打船舱内，希望有人听见他们可以去救他们。
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听见拍窗户的原因了。希望以后前往住宿的旅客们可以小心一点，别再碰上他们了。最后，我衷心希望他们可以早日超生，前往极乐世界。4年前，我办活动到日月潭那边烤肉，地点我不太记得位置了，因为是同学找了点，要过一个山洞的地方。过山洞后，右转就能看到日月潭了。而我们就在潭边烤肉。我们烤肉到了一个阶段，因为大家都吃得差不多饱了，就一起在日月潭的潭边玩。但是我记得有5个小孩穿着救生衣在那边玩，那群小孩同行的大人还要带着大卡车内开的游泳圈。我便向那群小孩的父亲借了游泳圈，就下去玩了。日月潭的潭水是深色的，能见度很差。我用游泳圈游了一段距离，大概离岸50多公尺吧。浮了10多分钟后，蛮惬意的。后来突然有个感觉，有人从水下将我的左脚踝用力的一抓往下扯，我吓了一跳，还好双手在游泳圈两侧，于是我便用双手用力的将身体撑回原来的姿势。就在我惊慌失措，我查看四周，当下我已经飘离岸边约80多公尺远了。我看到朋友们都在岸边烤肉游玩着，如果是朋友恶作剧的话，也不太可能啊，他们不太可能会这样跟我恶作剧。就在我还在回想说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忽然我又再一次被用力的往下扯，我这次真的是被吓到了。当下我立马将双脚完全放在泳圈，然后屁股抓游泳圈上，接着便开始死命的用手滑回岸边。我这辈子应该从来没有滑这么快过，没想到就在我滑的过程中，连我的右手也被一个力量扯了一下。我发了疯似的不管3七21，边滑边尖叫着。上岸后，我整个脸色发白铁青，我朋友们都被我吓坏了。接着我便开始狂吐，吐出了一些绿色的东西。那绿色的东西看起来很像绿藻。很诡异的是，我记得我当天吃的烤肉都是一些猪肉啊、面包之类的食物，完全没印象我吃到什么绿色的食物啊。同学们在我旁边慢慢的安抚我，在过程中，其中有个同学吃惊的对着我说：“你的左脚跟右手腕怎么都淤青了啊？而且淤青的形状隐约看起来很像是一个五指印。”这时候有个同学觉得状况不太对，便跑去湖边跟其他正在玩水的同学说不要玩了，赶快上来。但这时竟然刚好看到有一个同学阿伟，此时竟然是换他在湖中载浮载沉的挣扎着。我们这群里面有个同学叫阿翔，有受过救生员训练，他看情形觉得阿伟似乎是有麻烦了，便直接脱掉衣服，一手抓着那个轮胎大泳圈，就直接往湖内跳，去把阿伟救上来。阿伟被救上来之后，惊魂未定的说着刚刚的情形。他说刚刚真的很可怕，他游泳到一半，突然感觉有人抓着他往下拉，也感觉有人捂住他的嘴，导致他无法喊出声音来。这时候我也注意到，阿伟双脚也跟我一样，都有着淤青的五指印。我便将左脚和右手伸出来给阿伟看，只记得当下我们所有人脸色都变了，赶紧将东西收一收。旁边那群小孩的父亲看到我们发生的事后，也赶紧叫所有的小朋友起来，不要再玩了。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让我们觉得更毛的事情。在我们准备要开车离开日月潭时，发现我们的车轮竟然被一个叉子刺破。那叉子是我们烤肉用的钢叉，我们并没有人走到车子旁，怎么会出现在那边？然后又好死不死的刚好刺破轮胎。这一切真的都巧合的非常诡异。我们一行人完全都不敢说话，当下快速的架完千斤顶，换完轮子后，就驱车离开前往集集了。在回程中，只要看到有庙我们就进去拜拜，还有拿平安符，就这样后续平安的回到台中了。有些事真的不能铁齿，现在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在户外的湖边或是溪水边去玩水了。周末我与3个好友一起去日月潭玩。我们第一天先在水社码头借脚踏车，再牵着车搭船到伊达邵码头。第二天就骑着脚踏车去附近几个景点，因为其中一个朋友阿斌就是本地人，晃起来熟门熟路的，跟着他走都不怕迷路，也不怕进到黑店。一路玩下来大家都蛮尽兴的。傍晚沿着自行车道环潭的时候，我腿已经酸得抬不起来了。渐渐与前面3个朋友拉开距离，
就在我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，此时的太阳也已渐渐隐没下山，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嬉笑声。我转头望下去看，就只看到好几个小孩在潭边玩水，然后还在草丛中跑来跑去，似乎是玩得很开心的样子。炎热的暑假果然就是要玩水才消暑啊！我心里这样想着。不过这么晚了，一群小孩在湖边玩水，他们家的家长都不会担心吗？我心里这样暗自的想着出声：“哥哥一起来玩啊！”这时在草丛边的那几个小孩正热情的朝岸边的我挥手。汗流浃背的我其实还蛮想下水的，但又不想弄湿衣服，我就笑笑的婉拒了孩子们的好意。喝了口水后，就又继续往前骑了。这时我的朋友们已经在前方不远的边坡等着我。我们吃完晚餐，骑脚踏车回民宿的时候，天空此时也高挂着明亮的月亮。其实有些路段并没有路灯，但是视野还算清楚。我们一边骑环潭自行车道，一边欣赏眼前的山湾水色。此时水面上的薄雾与山岚交汇，朦胧朦胧的，伴着月光别有一番滋味。总觉得自己骑着骑着，就骑进了一幅山水画里似的，伴着夜晚的徐徐微风。虽然现在是夏天，但是待久了还是会感觉到有些许凉意。后续大家骑到湖边某一处地点，大家嘴里喝着饮料，吃着随身带的一些饼干，闲聊打屁了起来。我这时便跟阿斌聊到了刚刚骑车的时候，在湖边遇到了一群小孩，还叫我一起下去玩水。我开玩笑地跟阿斌说，如果再让我年轻个10岁，我说不定就跳下去跟他们游泳了。阿斌此时脸色一沉，异常镇定地说，那边人是上不上去的欸。我一脸不解地回说，为什么啊？阿斌回答说，那边根本就没有底啊，全部都是人工浮岛，都是由一些水生植物聚集而成的，是给鸟类、蛙类等等一些小动物栖息的地方。植物的根部不是长在潭底，而是浮在水上的，所以那些草丛会随着风向和水流四处飘荡，根本没办法承受人的重量，所以人不可能站得上去啊。我不解地问说，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刚刚骑脚踏车环湖的时候，就看到小朋友在那边玩水啊，而且还在那上面跟我招手，要我一起玩呢。阿斌此时回答说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人吗？我脑袋当下一片空白，开始冒冷汗，没办法想象我刚才看到的居然都不是人。阿斌话中有话的说，那些都是很久以前船难的罹难者。就在要说话的同时，我耳边又再次传起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，眼角的余光又瞥到了塘边草丛中出现昨天那几个小孩的身影。时间过得好快哦，不知不觉2022年就快要结束了。因为觉得有趣来玩 YT 的我，不知不觉做了10几部影片了。回头去看看这些过程，真的好感动。也感谢各位观众对我的鼓励跟支持哦。不过在这边先跟大家预祝新的一年事事顺心顺利。我们新的一年2023年见哦，拜拜喽。